胖子猛然地叫了一声，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差点就让我开了枪。这个声音就是我们之前在拐弯处听到的，连续响了几次之后，我完全确定了。我死死地盯着水面，刚才那声音发出的时候就遇到了河神推船，这一次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而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听到了后面那条船上传来了胖子的怒吼声：好，向导你发什么疯啊！我赶紧回过了头去，可是就一眼，差点没把我给吓得灵魂出窍。只见那向导老汉把手指插进了自己的眼眶里，扯住自己的脸皮在疯狂地往下拽着，没一会儿半张脸就被他给拽开了。一边拽，他嘴里还发出这稀奇古怪的喊声。胖子他们全部都被吓住了，根本就不敢靠近发疯的向导老汉。他手中抓着那半张血淋淋的脸皮，满是粉红色嫩肉的脸就呈现在我们面前。接着他在船上摇晃了一下，然后猛地就摔入了水中。老头吓得跪在船上，连头都不敢抬。河神来索命了，快跑啊！马如龙大喝一声：别慌，先把船靠在一起，拉近距离。后面那只船慢慢地摇了过来，船上的众人脸色都有些不好，毕竟刚才那种事儿就是在他们旁边发生的。妈的，刚才怎么回事啊？胖子的脸色铁青，说话的时候带着一股颤音。西装男摇了摇头：不知道，之前还好好的，一下子就发疯了。会不会是这水有毒？我心中暗暗地想着，不过马上就否决了这个想法，因为刚才向导并没有落入水中，要出事的话也应该是我们才对。马如龙皱起了眉头：先别管这么多了，赶紧划船，用最快的速度冲出河神道。到了这会儿，水道已经没有那么狭窄了，可以放开了划。我们船上的4个人轮流交替，恨不得这船能长出2只翅膀来。老人家，我来吧，你先去歇一会儿。现在划船的是老头，我看船速慢了不少，就要过去接过他手中的桨。不过他却是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，然后转过了头来对我说了一句奇奇怪怪的话。我看着老头脸上的笑容，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因为他说的话我完全就听不懂。那似乎是另外一种语言，反正绝对不是我们正常人交流的语言。而且最让我毛骨悚然的是，老头说话的时候还是一脸的认真模样。我有些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听错了，不过接下来的一幕却是让我半边身体都吓得僵住了。正跟我说话的老头眼珠子突然往上瞟去，他的瞳孔就像是金鱼泡泡一样放大了好几倍，2个眼白死死地瞪着我。接着他又朝我说了一句我根本就听不懂的话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的脸就变得狰狞起来，嘴巴也咧得大大的，仿佛一下子就被恶鬼附体了一样。接着他就大声地惨叫起来，在船上痛苦地滚来滚去的。那巨大的惨叫声一下子就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了。还没等我们去救，老头就咕噜噜地滚进了水里，那惨叫声也随着他滚入水中戛然而止了。所有的人都愣住了，我更是手脚一片冰凉，根本就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这一下我们连船都不敢划了。这狭小的水道中不时地发出心脏跳动的响声，那声音转瞬即逝，却仿佛魔音一样要勾走我们的魂儿。连续2次发生意外的时候，这咚咚咚的声音都会出现。这会儿听到那声音，我下意识地捂住了耳朵，生怕接下来我也会变成那样。胖子一脸惊骇地说：这他娘该不是给鬼上身了吧？马如龙的脸色也很难看，连续死了2个人，但是我们现在却完全莫名其妙，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下的手，这才是让我们最恐慌的。张三炮的脸色十分的凝重：原路返回吧，再这么下去，所有人都要死光了。不可能，都走到这里了，肯定不能回头。马如龙说的斩钉截铁的，一点都没有商量的余地。仔细想一下，之前老头说的外乡人有20-30个，但是我们看到的尸体并没有那么多，也就是说他们之中也有通过的，肯定是有什么东西。话没说完，马如龙的声音戛然而止，胖子也是失声惊叫：看左边的角落！只见在我们左边差不多10几米的地方，之前落水的向导老汉慢慢的从水中浮出了一颗头来，神色狰狞的盯着我们。
似乎是看到我们发现他了，他嘴巴里发出了一阵猫头鹰一样的怪笑声，然后猛地就潜入了水中。那怪笑声在幽闭的水道中显得无比刺耳，我只感觉自己浑身上下的汗毛都一根根倒竖了起来。我刚才几乎是第一时间就拿起了望远镜，然后死死地盯着向导老汉。让我感到恐惧的是，他好像骤然之间换了一个人一样，再也没有了原本的老实憨厚，就像是被恶鬼附身了一样，变得跟先前我们看到的奇怪人头一模一样。这下连马如龙都害怕了，他挥了挥手：“先停住！”西装男笑眯眯地说：“这两个人一前一后发疯，肯定是有原因的，找出原因来，要不然即便出去了，我们的下场也不会好到哪儿去。”王元朝皱起了眉头：“他们一直都跟我们待在一起的，所以应该跟这里的水质、空气没有关联。”也不能这么说，也许我们已经中招了，只是他娘的到目前还没有发作而已。胖子这话说出来，让我们大家都变得无比的紧张。张三炮用手沾了一点水，然后放在嘴巴里尝了一口。这条河死过很多人呢。胖子没好气地说：“我说三炮，你这说的不是废话吗？刚才一堆死人，谁没看见呢？”张三炮的神色突然变得异常诡异。不是那一堆死人，而是在更早之前，这里最起码得死过上百人，甚至有可能是上千人。我脱口而出：“你怎么知道？望气品味，这里怨气太重了，而且水里面有一股子尸臭味。”张三炮那严肃的样子让我有些发毛。胖子有些反胃地说：“那你他妈还喝？喝不？”突然，张三炮说了一句让大家莫名其妙的话：“还有一点呢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不管是向导老汉还是大王村的老头，这两个人都很信奉河神。”我被他说的身体有些发冷，难不成这里真的有河神的存在附在了他们的身上吗？胖子明显被张三炮的话给吓了一跳，不过还是嘴硬地说：“少在那扯淡！胖爷，我信奉的是社会主义，才不信你的牛鬼蛇神。”我们扯了半个小时，也没想出到底是什么个情况。马如龙他们一行人也都是眉头紧皱，一声不吭。突然，胖子在船头咦了一声：“呀，船怎么漏水了？”我们这才注意到，小船的船身底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进水了。我脑袋嗡的一下，这会儿我们要是连船都破了，那真的就是进退无路了。我焦急地冲胖子他们叫了起来：“啊，哪里破了？先堵上破洞！”疯子，水下面！马如龙暴喝的声音让我吓了一大跳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那西装男就已经跳入水中了。约莫10来秒之后，水面上翻出来一股血花，还有大量的气泡。胖子大声问：“这他娘什么情况啊？”我现在也觉得莫名其妙，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而后那浑浊的黄泥水一阵翻滚，西装男就揪着一个鲜血淋漓的人爬了上来，像虎一把揪住了那个人的衣领子，然后把他狠狠地灌在了船上。我惊叫出声：“怎么是你？”这个人就是刚才发疯过去的大王村老头，此刻在船上瑟瑟发抖着。马如龙冷笑着说：“哼，这些年阴了不少人吧？我马如龙纵横盗墓界几十年，差点就被你蒙过去了。要不是你在我船尾扎了一刀，我还真以为撞鬼了呢。”什么？这老头？我的话被西装男给打断了，他阳光灿烂地笑着：“有好几个人给我宰了一个，其他的跑了。”饶命！饶命啊！老头这时候也吓得不轻，他连连在船上磕头。马如龙狠辣地说：“之前的那批人也是被你们给杀人越货了吧？没想到我马如龙都有看走眼的时候，这大王村果然是卧虎藏龙啊！疯子，把他脑袋砍下来，扔到水里去。”就在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西装男已经是拔出了一把割指刀一样的武器，将那老头摁在了船头，然后用最恐怖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把那老头的喉咙给割断了。老头不停地挣扎着，不过身体却是被西装男给死死按住，让他动都没法动。鲜红的血从喉咙处喷出，接着就是让人牙酸的锯骨头的声音。看着这一幕，我只感觉自己的双脚都麻木了，这恐怖的场面简直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那老头的脑袋扑通一下落到了水里，余下的无头尸体在船上抽搐着，脖子处的血把整个船底都染得通红。随着河水慢慢地进入船身，整艘船像是浸泡在血水中一样。把这老头的衣服扒下来，去堵住破洞。马如龙故意扫了我们一眼，
我给他这么一看，顿时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这会儿我居然都不敢跟这个年过50旬的老人对视了。凯撒琳冷哼一声，那镇定的样子也让我大为意外。我心中涌起了一个恐怖的念头，这大胸萝莉她不会经常见到这种血腥场面吧？马如龙脸上神色难看得很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2艘船都捅破了个洞，要不是我发现的快，估计咱们今天就栽了。胖子神色万分惊骇地说：“这老头原来是干江洋大盗的。”我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老头简直可以拿奥斯卡影帝了。从我们进村时候的谈话，到毕恭毕敬的喊胖子首长，最后进入水道，他所有的表现，我们完全都看不出一丝的纰漏。哪怕是马如龙这只老狐狸也没有看出来。若不是他急着想要劫财，在船底捅了一刀的话，恐怕我们到死都不知道这老头的另一重身份。胖子有些发怔，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。人心不古啊！他妈的，这老东西几十年来算计了多少人呐！这是，估计整个大王村都是干江洋大盗为生的。刚才在水下，除了被我宰掉的那个人，应该还有2个小王八羔子。要不是跑得快，老子非把他们开膛破肚了。之前那批外乡人，估计也都给代王村的村民算计了。娘的，回去老子肯定有他们好看！之前还被那老头一口一个首长叫着呢，到头来是人家在耍猴啊！这时候我也是忍不住有些庆幸，要是只有我和胖子他们，估计早就被坑得连妈都不认识了。这时马如龙带来的一个手下在剥老头衣服的时候，掉出了一个拇指粗细的塑料罐子来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张三炮皱着眉头打开来闻了一下，他神色有些疑惑，也不知道为何，我发现他的脸色居然越来越恐惧。说，之前那个向导老汉跟大王村的人是不是一伙的？不是。快走啊！张三炮神色一下子就恐怖到了极致，好像是真遇到了什么恶鬼一样。在我们莫名其妙的神色中，他猛地就跳进了水里。张三炮刚才露出的神色让我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，他肯定是知道些什么的，否则不会做出这种作死的举动。不知为何，我突然有种直觉，如果不跳下的话，肯定是会发生什么事儿的。而那边的马如龙好奇地把罐子拿过去闻了一下，神色也是猛地一变，他把船上的包裹一下子就扔进了水里，然后开始招呼身边的人也跃入水中。哎，我不会游泳啊！马如龙那个手下看到这一幕，似乎是吓得不行，他大声地叫了起来：“元朝胖子，跳！”我心中那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，见人老成精的马如龙都这样了，再也不敢有丝毫的犹豫，直接就跳进了黄泥水中。进入水中之后，我才发现除了表面那层黄泥水之外，底下的水其实并不浑浊，一眼看过去就能够看到张三炮他们在身边。他用手指了指前面，示意我们朝着前面游去。虽然我现在满肚子的疑惑，不过还是憋着气跟着张三炮游了过去。突然胖子拽了我衣服一下，他的嘴巴张得老大，双眼瞪圆地看着我，示意我回头看看。我下意识的一回头，就发现在我们之前的位置，马如龙那个不会游泳的手下已经从船上栽倒了下来，他的嘴巴里冒出了大量的气泡，而后肚皮也被从中间撕开，4、5个黑乎乎的扁形脑袋从他的肚子里伸了出来，然后从胸口、手臂处也钻出了几个脑袋来，那些扁形脑袋在水中拼命地伸缩着，然后凶猛地啃食着血肉。那个手下的脸扭曲到了极致，哪怕在水中看着他那张变形的脸，我都感觉自己浑身发寒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的整个身体就好像是被破皮革一样4分5裂了，那些内脏器官也都跑得到处都是，只剩下了一颗脑袋在漂浮着。我这时候才算是看清楚，那些钻出来的扁形脑袋到底是什么东西，那是一条一条纯黑色蛇一样的怪物。那7、8条蛇拼命地往脑袋里挤着，蛇尾巴在水里疯狂地摆动，好像是想钻进这个倒霉蛋的脑壳里一样。而后那脑袋在蛇尾的带动下，居然飞快地朝我们游了过来。我吓得差点喝了一口水，张三炮也是一脸焦急地指了指前面。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划着水，恨不得插着翅膀飞到天上去。那个场面实在是太他娘的恐怖了。一个人的身体里瞬间钻出了7、8条怪蛇，然后把他的身体咬得跟破麻袋一样。我也不知道游出了多少米去，一直到我胸口几乎都要憋得爆炸了，这才停了下来。
也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好冷，我只感觉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哆嗦着。哇，叮当，你没事吧？三炮呢？胖子在我附近露出了头，他的脸上也满是恐惧。我在这里。张三炮在我们前面4、5米的地方露出了脑袋来，他拼命地喘着气，有些上气不接下气的。胖子大声问他：咱们现在安全了吗？还有没有危险了？张三炮苦笑着说：应该没事了，要是再出事我也没法子了。我们游到了水道边缘，抓住了那些凸出来的石头，好让自己恢复下体力。过了一会儿，马如龙他们在前方10米处也露出头来，凯撒琳反而没有游那么远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负重太大了。胖子看着凯撒琳湿漉漉的衣服里藏不住的雪白双峰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靠！叮当，快看啊，这小丫头片子是真凶啊，比宇宙飞船还大呀！我不屑地扫了一眼，发现胖子果然没有骗我。凯撒琳冷哼了一声：以前也有人这么看我，不过全都进了棺材。哼！听到这话，胖子马上就跟小鸡子儿一样的老实了起来，连屁都不敢放一个。自从上次差点被凯撒琳拧断胳膊之后，现在胖子看到他就发怵。西装男游了过来，他的神色有些戒备。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如果不是张三炮及时提醒大家的话，恐怕现在所有人都被那些怪蛇给解决了。张三炮苦笑着说：岩壁两边的这些土包子可不是什么土壤啊，这里头藏着的都是肉眼难见的龙王卵。龙王卵？这个名词我还是头一次听说。张三炮皱着眉头解释起来：这东西呢，在我们这一行叫做水龙王，它的卵也就顾名思义是龙王卵了。水龙王的历史估计跟中华上下5000年的历史差不多，第一次发现它是在商朝一个贵族的墓里。这件事情想必你们也都听说过。85年的时候，有一伙土夫子在倒斗回来之后变卖东西，几乎个个都成了万元户了。不过之后他们在一次聚会的时候全部都死光了，全身上下断成了10几节，最恐怖的是脑浆都被吸光了。那时候还以为是特大凶杀案，警察为了找到凶手，把整个村子都给包围了。胖子一副见了鬼的表情：他娘的，这件事情就是那些怪蛇搞的！张三炮又给我们解释：水龙王最喜欢吸食人的脑髓，卵刚刚孵化出来的时候，肉眼基本就看不见，可一旦随着血液进入到你的身体，它就会不断的分裂生长，一直到把你的脑浆给吸光了才会离开。那刚才那罐子又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之前张三炮拿起罐子的那一幕来，里边装的都是尸油，水龙王对于尸油的味道特别敏感，这老头随身携带着一罐尸油，估计就是想要借着水道里边的东西搞死我们。说着，张三炮一副劫后余生的样子。被他这么一说，我也是渗出了一脑袋的冷汗来。那之前的向导也是被老头害死的喽？西装男笑呵呵地说：差不多，向导是我们在附近找的人，可能老头害怕被认出来，这才偷偷在他身上撒了几滴尸油，第一个做了他。这老东西可真够狠的呀！估计他跳下水的时候就把尸油撒在船上了吧？要不是三炮及时提醒，恐怕现在我们被吃的连渣子都不剩了。胖子忍不住咂了咂嘴，想到之前自己还跟那老头装说自己是八路军首长，胖子就一阵脸红。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，赶紧问张三炮：不对啊，在船上的时候估计已经有不少龙王卵爬到我们身上了，一旦发作我们岂不是死定了？张三炮面色有些恐怖地说：如果只能是附着在我们的衣服上或者是皮肤表面，现在应该是死了或者是被冲走了，这些卵怕水，否则也不会远离水面筑巢。但是如果我们的身上有伤口，让这些卵随着血液进入到身体，那就完了。我师父曾经特别跟我提过水龙王的事儿，抗日战争的时候，日本的731部队就把它当作生物武器研究过了。我的脸色极为难看。妈的，连731这种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都觉得水龙王能当生化武器，如果真被这些龙王卵进入体内的话，我们肯定是十死无生的。之前马如龙的那个手下就是例子，全身上下不到1分钟就被咬得七零八落的。7、8条水龙王更是长得跟蛇一样，钻入了他的脑壳里吸脑浆。才1分钟的时间，一颗肉眼都很难看见的卵就会长成一条黑色的大蛇，这种成长的速度实在是太恐怖了。而看向马如龙，他反倒是无比的镇定。应该没我想的那么严重，否则那个老头也不敢在水道里放肆。
他滚下水，应该也是为了洗掉身上的龙王卵。